月子里婆婆喂我吃鸡肉，说是大补，吃了才知是狗肉，她竟偷杀了我养了10多年的狗。我和婆婆大吵一架，从此再不来往。去年公公没了，老公接婆婆来检查身体，说就住3天，就这3天，我养的小猫不见了。婆婆端着一盘肉，笑眯眯的求和：“小柔啊，妈刚煮的，你来尝尝味道咋样？”我真的瞬间毛骨悚然。你煮的什么？婆婆说：“肉啊，老香了。”看着她手上的抓痕，一股凉气从我背后窜起来。我的猫呢？婆婆不说话，嘴角的笑意却更大，顾左右而言他，赶紧坐下来吃，肉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冲去厨房，沾血的刀子还没洗，血腥气令人作呕。案板上还有2撮白色的猫毛，这简直是10年前的情景重现。我像应激的母兽一样冲到婆婆面前，我问你我的猫呢？婆婆像是忍俊不禁一样，笑着看了眼餐盘里的肉。你说呢？小猫是我在小区楼下捡的，很可怜，还被人虐瞎只眼睛，特别怕人。我花了很多心思，才勉强把瘦骨嶙峋的它养出了点肉。儿子大快朵颐，满嘴流油。妈，赶紧的，奶奶煮的肉可好吃了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，胃液翻涌，我差点吐出来，强忍发抖，不可置信地质问：“你把猫煮了？”啊！婆婆啊呀一声，猫肉营养呀，小健又是长身体的时候。你一个当妈的不会舍不得吧？嗡的一声，我的脑子瞬间炸了，我崩溃地揪住婆婆的领子，恨不得把她那张笑着的恶心老脸给撕了。儿子吓了一跳，窜下桌劝架：“妈，你干嘛呀？老公就是这时候回来的。”婆婆刚才还一副要跟我对打的样子，她儿子一进门立刻嚎啕大哭：“大鹏，你媳妇无缘无故要打我！”我俩一被扯开，他就躺倒在地，又哭又闹：“我不活了呀！我好心给孙子和媳妇做点吃的，还要被打！我要上前打他，被老公死死抱住，我崩溃地哭出声：“放开我！你妈这个神经病又把我的猫煮了！”老公愣住了，他肯定也是想到之前狗的事了。婆婆哭得更大声了：“什么猫？我煮的是鸡呀！小柔啊，那狗的事都过去多少年了，妈早都跟你道歉了，你怎么还死捉不放啊？”我强忍恶心，确认了盘里真的是鸡肉，可猫没死，但不代表没事。老公马上开始责备我：“你也是真是够了，而且都什么年代了，我妈怎么可能会煮猫呢？你那野猫养不熟，自己跑了吧？”儿子拧着眉：“就是啊，妈，你太小心眼了，为什么你总是要跟奶奶过不去呢？”婆婆边喋喋不休边抹眼泪，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：“小柔，我知道你讨厌妈，妈明天就走，你不要和大鹏吵架呀，大鹏没有什么错。”老公忍无可忍地瞥我一眼，朝他低吼：“走什么走？你是我妈，我这次就是接你来城里享清福的。”我不可置信地看向老公，一开始明明说只住3天，婆婆眉梢里的得意都要按捺不住了。我死死地握住拳头，忘了告诉你，家里装了监控。婆婆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婆婆是变脸怪这件事，我早在10年前就领教过了。那时候我才25岁，婆婆在喜宴上哭得稀里哗啦。她说小柔妈妈走得早，亲家公放心，以后我就是她亲妈。我也偷偷掉了眼泪，摸着大福的脑袋，小声说：“大福，以后你就有外婆了。”大福是我妈留给我的小狗，跟在我身边10多年，现在已经是条老狗了。当时太年轻，觉得自己好幸运，碰上个好婆婆。结果月子里一大波奇葩事件出现了。本来我们是要请月嫂的，婆婆说请什么月嫂，浪费钱，非要来照顾我。
结果来了又阴阳怪气，说我娇气，没见过女人生完孩子要休息那么久的，把我的内衣和儿子的尿布、老公的袜子泡在一个盆里洗，美其名曰省水费，还用自己黄滋滋的擦脚巾拿来给他乖孙擦屁股。我制止他，他还不服气的嘟嘟囔囔，真不会过日子，又是房贷，又是车贷的，你以为大鹏赚钱容易呀？好笑，车贷房贷明明都是我和老公一起还的，我跟老公讲了，他各种道歉，说他妈只是节省习惯了，心是好的，他会跟他说的。消停是消停了2天，结果老公一出差，餐桌上连一点肉末都没了，一天到晚就炒老家带来的野菜，苦的我吃了1次拉了5次，跟他说我吃不惯，他听不懂人话似的，连炒3天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自个点外卖。他还打电话四处跟亲戚卖惨，说什么自己特地带的好东西，有营养，自己都舍不得给自己吃，但媳妇好像嫌弃农村的东西，吃也不吃一口。哎，把野菜夸得像人参一样，但自己是一口也不吃的，还要喂大福吃。我吓了一跳，特地跟他讲不要这样，大福很老了，肠胃也不好，医生说千万不要乱吃东西。婆婆夸张地笑出声，好像听了天大的笑话，还肠胃不好，畜生哪有什么肠胃？我们村里的狗为什么吃什么？怎么就你们城里的狗娇气？我理解有的农村老人不拿狗当回事，但大福不仅是妈妈留给我的，更救了我的命。有一次身上背着2个奸杀案的小偷半夜爬进我家，没有大福发现且为我挡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为了救我被砍了4刀，躺在宠物医院差点没活过来。刚醒过来的时候，他虚弱到都不怎么能叫，眼睛却黑亮亮湿漉漉地看着我，我当时真的一下子就哭了。大福不仅是条狗，更是我的家人。我再三强调不要给他喂野菜，可婆婆不仅背着我喂了，还偷偷踹他。大福口吐黄水，得了肠胃炎，差点没救过来，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哭着质问婆婆，到底为什么总是讲了不听，讲了不听？谁知道你这狗这么娇气呀？婆婆理直气壮的，要怪就怪你平时不会养，赖我干什么？还有，你怎么跟婆婆说话的呀？你礼貌呢？家教呢？她偏头嘟囔，早都说了，你这种有娘生没娘养的女孩子不能娶。我也真是服气的嘞，压抑数日的火气嗖的一下全冒上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老公适时回来了。婆婆立刻装起来，哭天喊地抱住她儿子。恶人先告状，大鹏，你再不回来，妈都要被你媳妇欺负死了呀！狗吃坏了肚子也要怪我，就看不起我们农村来的呀！我气得连手都抖起来，一五一十的把事都说了。老公拍了拍他妈的肩膀，叹口气：“妈，你先回老家去吧。”婆婆打电话给公公，嚎啕大哭，说生儿子不如生块叉烧。本来买好第2天的动车票让他回去的，结果他说自己肚子疼，胸口疼，哪哪都疼。大鹏啊，你还记得不？你小时候发烧，妈那个慌的，大半夜走好几里路去找医生，到那儿才发现一只脚鞋都没穿，全是血。老公为难地看了我一眼，说能不能把他妈去医院做完检查再送回去，他妈肝不是很好。这我还能说不吗？于是婆婆又住了几天，她一天到晚在老公面前卖惨，又是擦眼泪，又是说舍不得孙子的。我老公显然心软了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始跟我说，我妈这个人真的没什么坏心眼，她就是没读过书，嘴巴笨，没什么常识。我闭眼深吸一口气，那你跟你妈过吧，我回娘家去。老公赶紧抱住我，你看看你，
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检查没啥事，我就送他回去。其实他也知道自己错了，还托我跟你道歉呢。我领略过老太太的心眼子，真的不信她会觉得自己有错。但接下去几天，她明显开始求和。我之前说想吃鱼，说了几百次，没见她煮一次，现在是顿顿变着花样给我煮我想吃的，甚至还开始和大福玩。大福眼神怯怯的，明显很怕他，但看我一眼，在他摸头的时候，愣是抖着没躲开。他那眼神怎么说呢？真的像是知道她是我婆婆，不想让我难做一样。我鼻子一酸，直接把狗抱进卧室了。大福别怕，他很快就走了。医院结果出来了，婆婆果然啥事没有，老公给她订了火车票，让她第二天早上就走。我应了朋友第二天下午的约。说起来，这个朋友是医生。我最开始约她是为了跟她聊聊养肝的事。我先前是真拿婆婆当我亲妈的，现在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婆婆走前还剜了我一眼，怪瘆人的，说收拾东西，还故意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家里太乱，不好招待人。我和朋友约在楼下咖啡店，好不容易送走这尊大佛，我也抱着宝宝下楼了。本想带上大福，但抱着娃也是力不从心。大福，我摸摸他的头，你乖乖的，妈妈回来喂你吃零食。大福拿头蹭我的手心，眼睛湿漉漉的，很乖很乖。我和朋友聊了一下午才分开。推开家门时，迎面而来一股怪味，是空气清新剂的味道，但隐隐约约有股腥味，不会是进贼了吧？我抱着宝宝，慌得退了一步。婆婆迎了上来，抱走宝宝，朝我说：“回来了，赶紧坐下，妈给你煮了点大补的。”她瞅我一眼，抢先说：“路上太堵了，火车没赶上，妈只能过几天走了。”不知道怎么的，我心里突突的跳得厉害。大福老了，但他每次都会拖着笨重的身子来迎接我，今天却没有。大福呢？我脱口而出。婆婆安置好儿子，把我拉到餐桌上。那狗卧室里睡着呢。你饿了吧？来尝尝妈做的。可能是年纪到了，大福确实是越来越嗜睡。婆婆似乎也怕我不吃她做的，自己张嘴吃了2口，满嘴流油的，朝我说：“好吃得很，你快尝尝。”我看了一眼，觉得那肉不大像鸡，我不想吃。婆婆求着我说吃一口就好，真对身体好。我拗不过她，看她也吃了，不像什么有毒的样子，就勉强夹了很小一块，意思了一下。婆婆浑浊的眼睛盯着我，问我好吃吗？我味同嚼蜡，甚至有些反胃，勉强地点了点头。她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。那就对了，老狗是最补的了，像被人从背后狠狠打了一闷棍。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，你说什么？我在厨房看到了还没清洗的刀，上面全是血，案板上还有好多狗毛。我的脖子像被毒蛇缠住，冷汗密密麻麻冒出来。我跑进卧室，大福，大福，3岁那年，妈妈送我一只小狗仔，从此只要我一声呼唤，它无论在做什么，都会奔我而来。可任凭我声嘶力竭，嚎啕大哭，都再没有回应了。婆婆站在卧室门口，表情得意，不就是死只狗吗？哭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死爹妈了呢，不是老想吃肉吗？现在给你煮了，怎么又不吃啊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大福是我的亲人啊，剥皮抽筋，再骗我吃，怎么会有人坏成这样啊？我泪流满面，惨叫着和婆婆打成了一团。事情闹得很大，邻居报警了，出差的老公连夜赶回来。我的情绪根本没法冷静下来，直接呼吸过度进了医院。婆婆还有脸哭呢，我就是为了给她补身体。我错了吗？那狗半死不活的，
本来就活不了多久了，他自己不也吃得津津有味吗？吃完了倒想起来怪我了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摊上个这么没良心的儿媳妇！妈，老公捂住她的嘴，你可少说几句吧，小柔。我妈她心不坏，王鹏只要想起我的大福，我的心就被放在油锅里煎。我打断他，眼泪不住地流。这日子是没法过了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和王鹏从校园走到婚姻，没想到会这样收尾。王鹏愣住了，他又是下跪，又是道歉，甚至不管他妈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连夜把他妈打包送走了。所有人都劝我，王鹏他妈是奇葩。王鹏不是啊，整件事情里，王鹏啥也没干。他答应我，以后我都不需要跟他妈来往，还哭着求我，老婆，你忍心让小健出生不久就缺妈少爸的吗？你明明知道没妈的孩子过得有多辛苦的呀！儿子什么也不懂，肉墩墩的小手握住我的手指，瞪着葡萄似的眼珠子看我，笑得傻乎乎。我鼻子一酸，到底还是心软了。一晃儿子10岁了，每年寒暑假，老公都会带他回老家。我反正是一次都没和婆婆来往过，但每次儿子从老家回来，习惯就会变得很差，稍不如他意就大发雷霆。奶奶天天让我看电视打游戏，妈你怎么这么烦？老是管的，烦也烦死了。我气得眼眶发疼，教育了一顿后，就跟老公讲，能不能别让你妈这么惯孩子？老公翻了个身，不是很高兴道，老人就是疼孩子，你别对我妈太有偏见了行不？你心眼也别太小了。我为了你，这10年里被村里人怎么讲的你知道不？明明当初下跪又道歉的求我别离婚，现在又怪我害他被村里人议论。可明明村里人都夸他孝顺，说我这儿媳不懂事。我脑子嗡嗡响，正想反驳，老公电话响了，婆婆惊天动地的嚎哭从听筒里炸出来：大鹏，你爸没了。我陪着老公回了老家，办了丧礼，婆婆喊着肝疼，哭晕过去。我们立即带婆婆回城里检查。我真的没法和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，但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老公的亲妈。现在公公没了，我们不可能不赡养她的。于是我俩一合计，打算在同幢6楼给她租个房间，我们在9楼，这样老公儿子每天都能去看她，她要有事也有人照应。那租客这3天里就能搬走，婆婆就能住进去。结果就这么3天，我的猫就出事了。我红着眼睛冲进房间，拿出笔记本电脑，婆婆心虚的眼珠子到处乱转。老公皱眉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那监控都啥时候装的了？老早坏了吧？你有这功夫，不如下楼去找找，那猫可能还没跑远。婆婆又有了底气，开始假哭，说自己真不如跟王鹏他爸一起死了算了。儿子也帮腔，妈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奶奶怎么可能会杀？儿子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监控里，婆婆掐着我的小猫，死死把它压在案板上，然后一菜刀就砍了下去。下一秒，小猫拼尽全力咬住婆婆的手，婆婆惨叫一声松开手，小猫逃走了，心脏像是从极高的悬崖下坠，结果掉进棉花里，有惊无险。不幸中的万幸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背后密密麻麻已经全是冷汗。婆婆还有脸在那号，我那就是吓唬吓唬她。你看这畜生不是自己跑了吗？吓唬吓唬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屏幕，我现在拿刀架你脖子上，吓唬吓唬你怎么样？老公脸一绷，许柔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？我吼出声，你妈像个变态一样，硬要杀我的猫狗吃，你还想让我怎么说话？你说这话就过分了，
什么变态呀？婆婆梗着脖子，我杀猫了吗？啊，我是不是没杀？老公搅浑水，行了，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吵了。以后妈还要跟我们住一块儿，天天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？谁跟他是一家人？就算过去了10年，只要一想到我可怜的大福，心脏还是痛得像被扔进绞肉机里。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，真是没完没了了。老公脸色黑了，行啊，那你自个滚回你娘家去。我看着王鹏，只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窜上来，心拔凉拔凉。我没有什么娘家可去，他明明知道的。3年前我爸去世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公公也查出来癌症，治病房贷车贷垒成一座大山，压垮了我们这个小家。我卖了爸妈留下的老房子，给公公及时做了化疗。王鹏那么大个人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小柔，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？现在他看着我正然的脸色，表情有些软化下来。好了，好了，吵吵半天了，晚饭都没吃，吃完饭我陪你去找那猫，行吧？儿子好像被监控吓到了，但还是向着他爸。是啊，猫不没事吗？妈，别矫情了，赶紧坐下吃饭吧。我突然觉得很疲倦，对老公说：“所以你就打算以后一直让你妈住这儿了是吗？”婆婆嘿了一声：“你这话说的，我不住这儿住哪儿？这是王鹏家，我是王鹏他妈。”老公一副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表情。不是，家里有房间，为什么非花那钱租别人的？况且我妈住我家到底有什么问题？原来一开始说什么先住3天的，全是骗我的。就算我愿意主动承担那房租，就算他知道他妈对我造成了多大的心理伤害，他根本也没打算让他妈住6楼。没问题，人失望到极致原来是麻木的，那我们就离婚吧。我当即开始收拾行李，没人当回事。儿子嘟嘟囔囔：“妈，你都几岁了，还搞离家出走这套？”婆婆表面劝架，实则火上浇油。小柔，你别走啊，有事和大鹏好好说，天天一吵架就要回娘家，这算什么个事儿？王鹏在我关门前大声嚷嚷，就让他走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走去哪里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和王鹏按约在民政局见了面。第一次来这里，我们才20多岁，我知道他家里很穷，没要1分彩礼，他含着泪说会一辈子对我好。如今他跟我较劲似的，火速填完了离婚申请书，一副看我能演到几时的表情。许柔，外头酒店贵吧？拿离婚威胁我？行啊，30天过后你最好真的来给我签字。我毫不犹豫在申请书上签字，我100%会来，你才是最好别迟到。王鹏表情难看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到时候谁不离谁孙子？我没空跟他吵架，我是请假来离婚的，还得回去上班。午休时间，我抓紧刷业主群，看我发的寻猫启事有没有发挥效用。却看到婆婆在群里和小区几个老太太相谈甚欢，许是知道我婆婆不认字，他们发的都是语音。业主凤琴，那猫找到没有？凤琴就是我婆婆，她一改平时跋扈的语气，装的那叫一个可怜。哎，没呢，一直在找，找不到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业主2语气愤慨，还能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还附上一个大字公众号，标题是媳妇不孝敬婆婆，天打雷劈，报应不爽。我和业主2的儿媳关系还挺好的，一问什么都知道了。我婆婆在小区四处编排我，说就因为她没看好猫，让猫跑了。我这个儿媳就逼她一个刚死了老公的老人回老家，逼我老公不许给她养老。说真的，我觉得婆婆挺厉害的，
每次我觉得他已经恶毒到没法再更恶毒的时候，他总能刷新我的认知。老公最要面子，还搁那当他的大孝子呢。发了个朋友圈，是婆婆和他的合影，配文：有妈的地方才是家。业主和业主二纷纷给他点赞留评：好小伙，孝顺，大鹏明事理，你妈没白生，呵呵。我直接把婆婆杀猫的监控视频发进了近500人的业主群里。附言：小猫叫念福，叫名有反应，它好不容易死里逃生。如果有人看到它，请务必联系我，谢谢。业主群瞬间炸了，我操，毛骨悚然。这老太太看着挺正常，怎么恐怖啊？虐猫又杀猫，这不是变态吗？这好像是寻猫那家的婆婆吧？怎么这样啊？养宠人看不了这个，不喜欢也别伤害呀。业主二是个说话做事直但心挺善良的老太太，直接把我婆婆了出来。凤琴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婆婆装死没回，我的电话却立即被老公打爆了。许柔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往业主群里发什么呀？我说，怎么？许你妈四处编排我，不许我发监控自证啊！老公有些气急败坏，这能一样吗？我妈和老太太聊聊家常而已，你这是网暴我妈？原来老公早就知道婆婆四处颠倒黑白抹黑我，还无动于衷，搁那装他的大孝子呢。你妈四处坏我名声，就是聊家常。我把你妈做的好事发出去，就成网暴了。下唇都快被我咬出血，我气得声音直发抖。王鹏，什么话都被你说了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去做律师啊？你别给我偷换概念。老公愤怒道：你现在搞得这么难看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咱们全家被满小区人指指点点，你就知道哭了，搞笑。这时候倒是想起我跟他们是一家了，不是有妈的地方才是家吗？我冷笑一声，那是你家，不是我家，我有什么好哭的？老公被我噎得无话可说，最后愤愤不平道：许柔，你有本事，你最好别哭着回来求我别离婚。谁都没想到，最先崩溃大哭的是我儿子。婆婆打电话骂我，说我乱发视频，害得儿子被同小区的同学嘲笑，哭着闹着不去上学了。贼偷东西被抓不悔恨自己不该偷，反倒恨上捉贼的主家了。全世界都没有比我婆婆脸皮更厚的人，她被人取笑是因为你虐猫试图杀猫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婆婆在我面前是装也不装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报复了我心里很爽啊？我告诉你，没2天大家就把这事忘了，只有小健和大鹏会一直记得。你现在是把自己的退路堵死了，就算现在你哭着回头求我儿子，他也还是会跟你离婚的。杀千刀的破烂货，我早想说你了，我是婆婆，你是儿媳，无论我做了什么，轮得到你说3道4。我就后悔我没把那猫砍死，真想再看看你死了爹妈似的表情，跟10年前一模一样。哈哈，其实我曾经也反省过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才和婆婆闹成这样？但桩桩件件告诉我，不是的，有的人他就是坏到骨子里了。婆婆她杀狗杀猫，单纯就是为了恶心我，给我立规矩。我的手指甲掐进肉里，却像是浑然不知道疼一样。那你就等着看看，到底是谁先后悔。业主群有2、3个小年轻，是搞流浪猫狗救助的。我那只瞎眼小猫也是从他们那里领养的。他们愤慨地把监控往他们的猫狗救助群里发了。在婆婆浑然不知的时候，事件迅速发酵，监控视频传遍了各大小群聊，像是10年前我要离婚，别人劝我时的那样。为王鹏说话的人不少，网友，他老娘是做错了，这儿子没什么错。但更多的网友看到了事情的本质，
婆媳矛盾的本质是丈夫的不作为，他要是不纵容，他老娘能那么跋扈？我是他们的邻居，消息保真。这老登可怕得很，10年前就在儿媳坐月子期间杀了他养了10多年的狗，还骗儿媳吃，儿媳这才不跟他往来的。这人怀恨在心，现在又要杀儿媳养的猫，真的好可怕呀！这话一出，像是将巨石投进湖泊，自媒体纷纷嗅到了味道。老公直接被人肉，公司都被人扒出来了。这下全公司都知道他有个爱杀猫杀狗的变态老娘，他最爱的面子保不住了。事情越闹越大，公司迫于舆论压力，毫不犹豫地把老公开除了。现在里子也没有了，老公失业了，儿子不上学了，婆婆不敢出门了，有妈的地方才是家。这下好了，他们一家整整齐齐家里蹲了。30天冷静期说起来长，居然也很快就过去了。民政局门口，王鹏按时到了，他胡子拉碴，脸颊凹陷，头发挺长也没剪。他一向爱体面，在外哪有这么邋遢的时候？王鹏这些日子是很难熬的，先别说网暴了，我婆婆在家干的奇葩事，业主2的儿媳都跟我说了。业主2就是之前那个业主群里心直口快的那个老太太。她知道事情真相后，后悔死了，迅速托她儿媳跟我道歉，天天在家跟她儿媳蛐我婆婆。据说前2天我儿子和老公大半夜进医院了，回来后和我婆婆吵了大半夜，邻居都听见了。原来是婆婆为了省水，剪完脚指甲也不洗手，直接淘米切菜煮饭。她是有脚气的，味儿很大，直接给老公儿子吃得上吐下泻。婆婆的卫生习惯我10年前明里暗里纠正过很多遍，现在看来，每我唱红脸，老公就唱白脸。他家中间是两边不得罪，婆婆倒记恨死我了。现在好了，鞭子不落在自己身上，总是不知道疼的。王鹏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，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回家吧，我和儿子不能没有你。我问他，不是说谁不离谁孙子？爷爷，我是你孙子行了吧？王鹏眼眶通红，小柔啊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很幸福的呀，对不对？这一切全都怪我妈呀，我妈我会送回老家去，我们一家人还好好的，行不？是吗？这一切真的只是因为婆婆吗？我看着王鹏悔恨的脸，心里连一丝畅快都没有。我现在算是全看清了，这个男人极度的虚伪自私。我和婆婆吵架10年，他两边不得罪，孝顺的名声也要，老婆也要。后来他笃定我没有娘家，没有退路，不可能离婚，索性演也不演了。现在工作没了，名声差了，亲娘又伺候的不舒服，就又来找上我了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不好，无论有没有你妈，我都不想再跟你过了。王鹏拒绝离婚，我只能起诉了。为了让我回心转意，他还故意把儿子送到我公司楼下。我把儿子带到了公司附近肯德基，平时他都嚷嚷着要点一堆，现在却不停看我的脸色。妈，你点啥我吃啥。我点了2、3样他爱吃的，直接说你爸让你来的。不是。儿子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是我自己求爸爸带我来见你的。妈妈，我想你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心脏像被用力捏住一样，难受得很。其实现在回头想想，在孩子的教育上，我真的挺失败的。老公处处不作为，我便处处要管，大到学校选择，小到每天家庭作业辅导。有时候我让老公也管管，他都用这种话术：别看电视了，你妈不让。儿子再不写作业，你妈发火了呀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和儿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他讨厌我严格啰嗦，
觉得奶奶爸爸对他才是真的好，于是什么事都习惯性跟我唱反调。我叹了口气：“小健，你先把东西吃了，吃完咱们再聊。”谁料儿子立刻瘪嘴哭了：“妈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说真的，对儿子一点气没有是假的，但看他红着小脸哭成这样，说我心里一点心疼也没有是不可能的。平时儿子跟我没什么话讲，现在却哭着一句接一句道歉：“奶奶虐猫杀猫不对，我不应该帮爸爸说话。妈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我拿纸巾给他擦脸擦鼻涕，他却哭得更厉害了。爸爸和奶奶天天吵架，砸杯砸碗，我害怕。我知道你和爸爸要离婚，妈，你带我走吧。我愣住了，儿子主动说要跟我，这真的是我没想到的，显然老公也没想到。他来接儿子的时候还用儿子卖惨呢。小柔，儿子最近天天哭着说想你，快回家吧。你真舍得让孩子没妈妈吗？不料一直向着他的儿子一脸紧张地握住了我的手，紧紧贴在我旁边。爸，你自个回家去吧，我选妈妈。我搬进了新家，起诉了离婚。儿子做错了事，得到了不小的教训，好在知道悔改。我也反省了自己，教育确实没做到位。第一次做家长，道阻且长，幸好一切还来得及。我和王鹏离婚的事传回了他老家，王鹏他表姐联系上了我：“小柔啊，对不起呀，他表姐人挺好的，前几年也在城里发展，这么多年我们偶有联系，关系不错。”他这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道歉，我都愣了。其实我三姑吧，从我记事起人就挺坏的，村里人都不大喜欢他，好吃懒做，不讲卫生，爱打牌，还爱搬弄是非。就我姑父老实，不然谁受得了他呀？我想着你们都不来往10年了，也轮不上我提醒你什么的。没想着他还能再干出杀猫吃猫的缺德事。嗨，就是我挺愧疚的吧，感觉我早就该跟你讲了。我跟王鹏他表姐关系是挺好，但站在他的角度，确实很难在我面前说他亲戚的坏话。我也根本没想过怪他。我俩随便闲聊了会儿，他跟我讲，王鹏前2天把婆婆送回老家了，自己找不到工作，也在老家住下了。结果2人吵得都快打起来，邻居都去劝架了。我那三姑天天拿王鹏小时候半夜发烧，他没穿鞋送王鹏去医院说事，笑也笑死了。其实当时是我姑父不在家，我姑姑打牌到3更半夜没顾上王鹏，王鹏才烧到40度的。王鹏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，2人一天到晚就是吵架干仗。再见王鹏是在1月后婆婆的丧礼上，我领着儿子去了王鹏的老家。王鹏枯坐在那儿，像是老了几十岁。儿子跟着王鹏去烧纸钱了。我在门口等，听到几个三姑六婆说闲话：“作孽哦，村口那狗平时都好好的，他非得上前去又踹又打。就是说呀，而且平时我们被狗咬一下就没事，怎么就他被咬2下就突然死了？好像城里说是什么狂犬病，头2天又是暴躁又是怕水的。结果呀，他那孝顺的儿子愣是没看出来他不对劲儿。真的假的？还有这种病？我怎么看像是他坏事做多了，报应上门了。”这时我儿子跑出来了，说仪式做完了，我们能回家了。我和儿子回了城。几天后，王鹏主动约我一起去了民政局，我们顺利离了婚。房子本说好卖了1人1半，但不知他想了什么，整套留给了我和儿子。我牵着儿子手回家的这一天，接到了流浪动物救助志愿者的电话：“许柔姐，念福找到了，身体健康，一切无恙。”我鼻子一酸，千恩万谢后才挂了电话。儿子兴高采烈地指着天：“
妈妈，你看，那片云好像只小狗啊！我抬头一看，眼泪瞬间滚了下来，一阵柔风起，像是大符在轻轻舔去我的眼泪。天朗气清，万物可期，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是好日子。